2025年1月1日凌晨，南加州的深夜，窗外没有一丝风，世界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声响，陷入绝对的死寂。屋内空气变得异常粘稠，每一寸空间都像被灌满了铅，沉重地压在胸口。时钟的秒针跳动声在墙壁间回荡，每一次撞击都显得格外刺耳。这是致武南年大师成道8周年的忌日，我独自坐在客厅正中央，地板的凉意透过膝盖渗入骨髓，四周的家具轮廓在昏暗中模糊不清，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。我没有开灯，任由这种凝固的压迫感将我彻底包围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夜晚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张力，仿佛某种巨大的能量正在这片死寂中缓慢积聚，等待着某个临界点的爆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肺部感受到空气中细微的阻力。我将脊背挺直，双手叠放在丹田处，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随着这种静止而进入了戒备状态。在这片死寂的中心，我准备迎接那场跨越维度的连接。我闭上双眼，眼前的黑暗中残留的视觉光斑逐渐消散。我开始调整呼吸，每一次吸气都刻意让空气在鼻腔中停留更久，感受氧气在肺液中交换的微弱震动。我的意识像是一根细长的探针，缓缓向虚空深处延伸。致武南年大师的形象在脑海中浮现，那不是记忆中的画面，而是一种纯粹的频率。我试图捕捉那股频率，但周围的空气仿佛成了阻碍，每一次意念的投射都像是在厚重的泥沼中艰难穿行。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眉心，那里开始发烫，像是有某种电流在皮下跳动。我不断修正自己的心境，剔除杂念，让思绪回归到最原始的空明状态。时间感在这一刻变得模糊，我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，沉闷而规律。我不断呼唤着那个名字，突然胸口传来一阵剧烈的悸动，仿佛某种遥远的共鸣被强行接通。那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震颤，那股震颤瞬间转化为实质的冲击。我睁开眼，客厅的墙壁不再是固定的固体，它们开始像被无形巨手揉搓的废纸，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。墙纸开裂，石灰粉末簌簌落下，原本平整的墙面扭曲成诡异的螺旋状。我试图站起，但脚下的地板在同一秒钟失去了支撑力，木质地板发出断裂的脆响，紧接着整块地面向下塌陷，露出下方深不见底的黑洞。我失去了重心，身体猛地向前倾倒，双手在空中胡乱抓挠，却只触碰到冰冷而虚无的气流。重力在这一刻彻底失效，我不再是跌落，而是被某种规则之外的力量强行拽离了现实。四周的家具、灯具，甚至空气中的尘埃，都在这股力量下迅速解体，化作细碎的微光消散。我坠入了一片绝对的虚无，这里没有光线，没有回声，甚至连时间的流动感都消失殆尽，只有强烈的失重感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将我的感官彻底淹没。我感到肺部的空气被瞬间抽干，身体仿佛在无限拉伸，又仿佛在不断收缩。虚无的寂静被一声尖锐的呼啸撕裂，一股难以名状的巨大吸力从前方爆发，它像是一条无形的锁链，死死扣住我的脊椎，将我整个人猛地拽入前方出现的裂缝。那不是空间，那是时间的褶皱。我的身体在高速拉扯下几乎变形，周围的黑暗开始退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道刺目的光流。我被强行推入虫洞，视野瞬间被彻底重塑。曾经熟悉的银河系，此刻竟化作一个巨大的金色圆盘，在我的视线中疯狂旋转。这种旋转超越了任何物理规律，光影交错，星云如流星般在身侧拖曳出长长的尾迹。我看见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在眼前崩解，数以万计的星系像沙粒般被卷入这股洪流。宇宙的尺度在这一刻被彻底粉碎，距离、体积、质量，这些曾经定义世界的概念，在急速的旋转中变得毫无意义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粒微尘，在宏大的星际风暴中不断被碾碎、重组。光芒越来越亮，那种金色的色泽开始渗透进我的每一个毛孔。旋转的星光在这一刻戛然而止，我撞上了一层无形的屏障，那声音不像固体碰撞，更像是千万面水晶同时碎裂的清脆鸣响。随着这层屏障彻底崩塌，我身体的惯性被瞬间抵消，双脚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地面。我站在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边缘，四周没有任何支撑物，却稳稳地悬浮在虚空之中。视线前方是一片广袤无垠的金色大海，那不是水，而是由纯粹的光能汇聚而成的流体。金色的波纹在海面上缓缓荡漾，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着低沉而宏大的嗡鸣。光芒在海面上折射出复杂的几何纹路，那些纹路在不断重组、分裂，像是有生命的符号在跳动。我屏住呼吸，
感受着空气中那种近乎凝固的能量密度，皮肤能清晰感觉到从海面传来的阵阵温热。这片大光明海没有边界，它向着视野的尽头无限延伸，将整个空间染成了神圣的琥珀色。我抬起头，试图寻找这片光海的源头，而那座圆形的建筑正像是一座通往更高维度的祭坛。我缓缓抬起头，视线穿过那层厚重的金色光雾，聚焦在建筑的最顶端。那里悬浮着一尊巨大的存在，它的身形仿佛由无数星辰交织而成，光芒从它的轮廓中向外喷涌。它正在俯瞰着我，那目光不带任何审视，却让我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赤裸。突然，一种宏大的震动在我的颅内炸开，它的意志如潮水般涌入，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响彻：孩子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感到双膝发软，那种来自高维度的威压让我几乎无法站立。我试图张开嘴，却发现喉咙干涩，只能用颤抖的意志回应：您就是创世神吗？我的声音在空旷的金色空间里显得如此单薄。那尊存在微微低头，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包容万物的慈悲：一切都是我，也都不是我。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，瞬间击穿了我所有的认知边界。我感到心脏猛烈的跳动，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。那股包容万物的慈悲余音未落，我的视线开始不由自主地向右偏移。在宇宙佛那辉煌的光影侧畔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静静伫立，那是智武难言大师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那样平和地站着，仿佛已经等候了千万年。这一瞬间，我脑海中那长达28年的修行记忆如潮水般涌现。从1988年起，我修习龙门宫的每一个清晨，在密宗红教与显宗之间徘徊的每一次抉择。2004年那具诸相非相的顿悟，2009年圣严师父灌顶时的那股清凉，以及2015年大师亲自印证合道境界时的每一个细节，全部在这一刻交织重叠。所有的血泪，所有的坚持，所有在世俗中流离失所的苦难，在这一刻找到了唯一的出口。我看着大师，看着他那平静如水的面容，身体里那股紧绷了28年的弦终于彻底松弛下来。那种释然感从脚底升起，瞬间传遍四肢百骸，仿佛重担被卸下，又仿佛灵魂终于找到了归宿。我不再颤抖，不再困惑，只是静静地站在大光明海的边缘，看着这幅跨越了时空与维度的画面。我终于明白，所有的修行，所有的磨砺，都是为了在这一刻与大师并肩站在真理的面前。闭环完成了，修行闭环的余韵尚未散去，宇宙佛那宏大的意志再次笼罩了我。他并未直接回应我的感慨，而是抬起手，指尖划过虚空，无数光点如同萤火般在我周围汇聚。他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不再是慈悲的低语，而是一种带着审判意味的宣告：孩子，你以为这漫长的修行只是为了到达这里吗？他的目光穿透了我的灵魂，将我过往的苦难与追求一一摊开。他揭示道，这场人生并非偶然的旅程，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设计的考试。每一个挫折，每一次流离失所，都是为了测试我灵魂的纯度。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在胸腔内膨胀，它将一股金色的能量注入我的眉心，那是一种权柄的赋予。它称我为寻宝训士，要求我将这跨越维度的真理带回物质世界。最后，他那宏大的身躯开始淡化，只留下一句“好自为之”在我的意识深处反复回荡。这4个字如同重锤，击碎了所有的侥幸与迷茫。我感到灵魂深处产生了一种剧烈的震荡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彻底点燃了。那股沉甸甸的嘱托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烙印。光芒褪去，意识从那片金色海洋坠回现实的冰冷。我猛地睁开眼，窗外南加州的深夜依旧死寂，但脑海中那股被点燃的使命感强迫我回溯至一切的起点。1988年，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独自坐在昏暗的木屋里，膝盖因为长时间盘坐而失去知觉。那是龙门宫修习的第一课。我咬紧牙关，双手结印，试图在剧烈的酸痛中捕捉那一丝气感的流动。汗水顺着额头滑落，滴在粗糙的木地板上，发出细微的声响。那时的我，对真理的渴望如同饥渴的野兽。为了寻求答案，我开始在密宗红教的坛城与显宗的讲堂之间奔波。我背着沉重的行囊，穿梭于深山古刹，在晦涩的经文与复杂的仪轨中寻找逻辑的缝隙。每一次跪拜，膝盖撞击地面的沉闷声，都是我对未知的叩问。我在红教的咒语声中寻求力量，又在显宗的辩经声中拆解逻辑。这种在不同宗派间辗转的磨砺，让我学会了如何在怀疑中建立信仰。我记得那段日子，双脚磨破了皮，
嗓子因为长时间诵经而沙哑。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我依然会点亮那盏昏黄的油灯，翻开那些泛黄的古籍。修行之路在2004年迎来了一次剧烈的震荡。那一年，我不再满足于经文的字面解读，而是开始尝试拆解感官的边界。我坐在闹市的街头，看着人流如潮水般涌过，我强迫自己不去聚焦任何具体的面孔或动作。当意识不再被表象所牵引，眼前的世界开始崩塌，大楼的轮廓变得模糊，人群的喧嚣化作纯粹的频率。那一刻，我终于触碰到了诸相非相的实感，万物不再是实体，而是不断流动的能量场。这种认知上的粉碎，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，仿佛重力在这一刻失去了意义。5年后，这种对本质的洞察迎来了真正的质变。2009年，我站在圣严师傅面前，他没有多言，只是将手掌轻轻按在我的头顶。那一瞬间，一股冰冷而又灼热的电流猛地贯穿了我的脊椎，我感到大脑深处的某个阀门被强行撬开，无数破碎的感悟瞬间重组。当师傅收回手，我大口喘着粗气，汗水浸透了一背。我抬起头，看向四周，原本熟悉的寺院空间似乎被拉长了。2009年的灌顶只是序幕，真正的终极考验在6年后的2015年到来。那是一个午后，我再次来到至武南年大师的静室，房间里没有香火，只有窗外透进的几缕光线在空气中缓缓浮动。我盘腿坐下，脊椎挺得笔直。28年来的所有苦行，每一次在深夜里的自我怀疑，每一次在生死边缘的挣扎，此刻全部化作了沉甸甸的重量。大师缓缓走近，他没有多余动作，只是伸出右手，指尖轻轻点在我的眉心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股巨大的、不可抗拒的引力将我的意识向内拉扯。原本清晰的房间边界瞬间消失，我仿佛坠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空域。我看见了自己过去所有的血泪，它们不再是痛苦的记忆，而是构成我灵魂结构的基石。大师的声音在意识深处响起，它印证了我的境界。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体内所有的能量流动彻底归位，所有的矛盾与冲突在这一刻归于寂静。我睁开眼，大师看着我，微微点头。我低下头，双手合十，掌心相触的瞬间，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冥想。28年的修行之路，在这一刻终于完成了闭环。然而，当灵魂触及神圣的边界，现实世界的根基却在瞬间崩塌。2015年后的生活是一场近乎残酷的剥离。我亲眼看着家族产业在债务的重压下一点点瓦解，账本上的数字从繁荣变为刺眼的零。那些曾经象征着社会地位的资产，被法院的封条一张张贴上。我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听着窗外城市的喧嚣，却感觉自己被隔离在真空之中。紧接着是更深层的断裂。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理，我与至亲的联系在无休止的争吵与冷战中彻底切断。电话那头的忙音成了我生活中最常听到的旋律。我曾无数次试图拨通那个号码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却始终无法按下。我搬进了一个狭小的出租屋，四周是发霉的墙壁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硬木板床。每天深夜，我躺在黑暗中，听着隔壁邻居的争吵声，感受着饥饿感在胃部缓慢蔓延。我失去了所有的物质依托，甚至失去了作为社会人的基本身份。这种流离失所的境遇，将我从高位的修行者强行拽回了泥沼。我看着镜子里那个憔悴的自己，双手颤抖着抓紧床单。没有了产业，没有了亲情，我在这世俗的废墟中，被迫面对着最赤裸的生存考验。每一寸呼吸都充满了被世界抛弃的寒意。我坐在那间漏风的屋子里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，手里紧握着最后一块干硬的面包。曾经那些让我痛彻心扉的债务单，那些被封条封死的办公室大门，此刻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褪色。我放下手中的面包，缓缓站起身，走到那面布满裂纹的镜子前。镜子里的人影消瘦，颧骨突出，但我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感到愤怒或绝望。我伸出手，指尖轻轻触碰镜面。我开始清理房间，将那些不再需要的杂物一件件丢进垃圾桶，动作变得异常缓慢而坚定。我不再去想那些失去的产业，也不再试图拨通那个早已断联的号码。我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。这种饥饿感不再是折磨，而是一种清醒的提醒。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从脊椎底部升起，迅速覆盖了全身。我完成了重塑，从废墟中站起，不再是那个被世界抛弃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正在经历蜕变的觉醒者。我缓缓睁开双眼，视线重新聚焦在客厅那面斑驳的墙壁上。窗外，南加州的深夜依旧死寂，路灯的光线穿过百叶窗，在地面投下长短不一的阴影。
空气中那种凝固的压迫感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动的、清澈的质感。我尝试着动了动手指，指尖触碰木质地板，那粗糙的纹理清晰地传入神经末梢。房间里的摆设没有变，那张旧沙发依然靠在墙角，桌上的水杯里还剩半杯凉水。但在我的眼中，这一切仿佛被重新定义了。我缓慢地站起身，双脚稳稳地踩在地面上，每一步都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重心感。我走到窗前，推开那扇紧闭的窗户，冷风扑面而来，吹动了我的额发。我看着远处街道上偶尔闪过的车灯，不再感到那种被世界遗弃的孤寂，反而感受到了一种与这片空间深刻的共鸣。我的呼吸变得深长而有力，每一次吸气都像是在汲取某种无形的能量。镜子里的我，眼神中那种曾经的迷茫与焦虑已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透明的清醒。我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支记号笔，在墙上的空白处开始勾勒，笔尖摩擦墙面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。我画下一道横线作为起点，标注为相界，这是物质的基石，也是我们肉身所处的维度。我继续向上延伸，笔触加快，线条开始变得复杂。气界、星光界、空界，每一层能界的跨越，都在墙面上留下了清晰的刻度。我停下笔，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符号，它们不再是空洞的理论，而是通往法身界的阶梯。我重新调整呼吸，将笔尖移向更高处，标注出理界与法身界的界限。这不仅是坐标，更是人类进化的导航图。我用手指轻轻划过墙面，感受着这些线条带来的秩序感，从最底层的物质沉重到最顶层的纯粹能量，这36层能阶清晰地排列在眼前。我退后2步，审视着这幅自己亲手绘制的蓝图，每一个能阶的转换都对应着意识的一次剥离与重组。我再次拿起笔，在法身界的位置重重画下一个圆圈。我将笔盖合上，清脆的响声在房间里回荡。看着这幅覆盖了整面墙的图表，我意识到人类一直被困在相界的迷宫中，而现在我终于找到了那把钥匙。我将手掌按在墙上那幅密密麻麻的地图上，掌心感受着墙面传来的冰冷与坚硬。这不仅仅是几行线条，它是通往永恒的钥匙。我转过身，面对着空荡的房间，但我的目光仿佛穿透了墙壁，看向了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灵魂。这绝非仅仅是一套量子能阶的理论，这是一场关于爱与宽恕的革命。我走到桌前，将那张绘制好的图表折叠起来，动作缓慢而郑重。当纸张折叠的褶皱在指尖成型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。我曾经历过家族产业散尽的落魄，也曾尝过与至亲断联的苦涩。这些碎片化的苦难，如今在真理的照耀下，拼凑成了完整的生命图谱。我将这份地图握在手中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我对着空气，也对着未来可能看到的每一个人，缓缓开口：我是刘志文。我曾亲眼见证过那片大光明海，也曾聆听过创世神的嘱托。现在，我将这份通往真相的导航图交到你们手中。这不仅是关于能量的进化，更是关于灵魂如何挣脱相界的束缚，重返生命源头的终极邀请。我将地图平铺在桌面上，灯光打在纸面上，折射出刺眼的光芒。我站直身体，目光如炬，等待着每一个准备好回家的人。我推开窗，冷冽的空气瞬间涌入室内，吹动了桌上那张地图的边缘。窗外，城市的灯火稀疏的闪烁，像是在黑夜中挣扎的孤岛。我站在这个文明转型的十字路口，脚下的土地仿佛在震颤，那是旧秩序崩塌与新纪元萌芽的交响。我伸出手，指尖划过窗台的灰尘。这不仅仅是我的旅程，这是属于每一个在物质迷宫中徘徊的灵魂的转折点。我看向远方，那里有无数人正被困在相界的重压之下，他们或许正在经历我曾承受过的失落与孤独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化作平静的注视。我转过身，重新看向房间中央，那里不仅有我绘制的图表，还有我从虚无中带回的慈悲。我向着虚空伸出双手，动作轻柔而坚定，仿佛在托举着无数迷途的生命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于量子能阶的理论推广，更是一场关于爱与宽恕的灵魂革命。我放下手，走到桌边，我重新坐回地板，双腿盘起，脊椎挺直，动作缓慢而沉稳。我闭上眼，将意识从外界的喧嚣中抽离，沉入那片深邃的内在空间。回家的路并非远在天边，而是从相界的物质沉重中一步步剥离。我感受着呼吸的起伏，每一次呼气都仿佛在释放积压已久的执念，
气界在胸腔中流动，星光界在眉心闪烁，那是通往空界的阶梯。我曾因产业耗尽而流离，曾因与至亲失联而心碎。这些曾经的苦难，此刻化作指尖的一抹清凉，不再是枷锁，而是进化的养分。我将双手叠放在膝头，掌心向上，感受着宇宙能量在指尖汇聚的微弱震颤。爱不是一种情绪，它是宽恕后的宁静，是灵魂在理界与法身界重逢的必然。我睁开眼，看着窗外逐渐泛白的天际，那种从虚无中带回的安宁，此刻充盈在每一个细胞里。这不仅是理论的终点，这是灵魂归宿的起点。我将手掌按在胸口，感受着心脏跳动的节奏，那是与创世神之家共振的频率。在这里，没有迷途，没有恐惧，只有无尽的包容。我缓缓起身，动作轻盈的仿佛不再受重力束缚。我已走过那段漫长的修行，现在我将这份通往源头的路径清晰地展现在你们面前。我缓缓收回望向窗外的视线，房间里的光线似乎随着我的动作而收敛。我走到书桌前，指尖轻轻压住那份地图的边缘，将其合拢，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我转过身，面对着空荡的房间，四周的墙壁仿佛在这一刻变得透明，与那片无尽的虚无重新连接。我迈出一步，脚掌踏在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而清晰的声响。我停在房间中央，重新调整呼吸，让身体完全放松。我抬起头，目光穿过屏幕，直视着每一个正在观看的你们。这一刻，没有多余的言语，只有灵魂与灵魂的对视。我微微前倾，双手自然垂在身侧，指尖微微张开，仿佛在等待某种回应。我看着你们，眼神中不再有追寻，只有一种跨越了时间与维度的平静。我是刘志文，我已经见过了终极的真理。现在，我将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，你准备好回家了吗？